你好，有缘人。古人仰观天地之大，变化无穷，心中充满了对宇宙奥秘的好奇与探求。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总结社会兴衰更替和人世的成败得失，将世间万物孕育、发展、成熟、衰退直至消亡的原动力归结为2个字：阴阳。阴阳之道是古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逻辑思维基础的核心要素，更是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深入解读。读懂阴阳之道，能让我们迅速理解万物变化的本质。具体而言，阴阳之道有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交构和阴阳转化5层含义。第一，阴阳对立，天地之间的拉扯。什么是阴阳对立？阴阳对立是指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的内部都同时存在着相反的2种属性，即对立的阴和阳2个方面。这2种属性中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和相互排斥的关系。什么是阳？阳代表光明、刚健、积极、主动等特性。什么是阴？阴则代表暗淡、柔顺、消极、被动等特性。易经中提及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日月、昼夜、寒暑都是阴阳对立的表现。正如一天中一定有日就有夜，一年中一定有寒就有暑，这种对立存在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所以在一个团体里面有好人，也一定有坏人。如果你只看到好人，说明坏人隐藏得足够深。同样，一个人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看不到别凡人的缺点，就不算了解一个人，就一定会吃亏。《黄帝内经》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阴阳对立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基础。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看一个人还是看一件事，一定要站在不同的角度看，看到 A 面就一定要找到 B 面，只有这样才能看得全面，看得透彻，才会知道事物将会如何变化，以及做好应对。第二，阴阳互根，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什么是阴阳互根？阴阳互根指事物对立的2个方面各依对方的存在为其生存条件。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阳也就没有阴。正如阴失去了阳，阴就不复存在；阳失去了阴，阳也没有存在的可能。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宇宙间万物生长、繁衍不息的奥秘所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这就是在阐述阴阳互根的观点，说明阴阳相互为用、相互为根的道理。比如，火为阳，木为阴，火需要木来燃烧，木也需要火来照亮。没有木，火无法燃烧；没有火，木也无法展现其用途。这就是阴阳互根的生动表现。再比如，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也体现了阴阳互根的道理。白天的明亮依赖于黑夜的暗淡，而黑夜的寂静也离不开白天的喧闹。易经中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这句话表明，阴阳虽然对立，但又互为其根，相互合作才能产生万物。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迎，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些都是在阐述阴阳互根的道理。只有认识到阴阳互根，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宇宙的运行规律。比如舍就是得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等。尊重和顺应阴阳互根的规律，才能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阴阳消长，动态平衡，自然之道。什么是阴阳消长？阴阳双方不是静止不变，而是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阳长则阴消，阴长则阳消，这是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我们可以用一天的昼夜变化来比喻阴阳消长。早晨，阳光逐渐升起，阳气开始增长，阴气开始消退。到了中午，阳气达到顶峰；午后，阳气逐渐消退，阴气开始增长。到了深夜，阴气达到顶峰。这就是一个阴阳消长的完整过程。再比如，在四季变换中，春夏属阳，秋冬属阴。春天阳气增长，万物复苏；夏天阳气达到顶峰，天气炎热；秋天阳气逐渐消退，阴气增长，天气转凉；冬天阴气达到顶峰，天气寒冷。这也是阴阳消长的一种体现。阴阳消长是道的体现，就像一个单位里面，当积极正派的人多，那么歪风邪气就少，有能力的人就会努力工作。如果搞歪门邪道的人多，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认真做事的人就得不到提拔，所以有才华的人就会隐藏起来。这是规律。阴阳消长告诉我们，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中。这种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了解阴阳消长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事物的变化趋势，预测未来，指导实践。第四，阴阳交构，天地交泰，万物化生。什么是阴阳交构？阴阳交构中的阴代表女性身体的雌性激素等物质，阳则代表男性身体的雄性激素等物质。交字表示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意思，构字则表示结合、婚配的意思。因此，阴阳交构可以理解为男女双方在性行为中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过程，引申为对立面的吸引和联络，这是产生新事物的前提条件。就比如一个单位里面，如果男性太多，往往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这时招录几个女孩，就能让单位氛围更加和谐。所以我们常常会在销售行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去说服男性顾客，
都要派美女销售去，而搞定女性顾客就要派帅哥出场。周易系辞下中有言：天地氤氲，万物化纯；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之间充满了阴阳二气，这种二气相互作用，使得万物得以生成和变化，这是宇宙间事物变化的规律和法则。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其以为和。一指的是道，二指阴阳，阴阳相互作用，就会产生第三种物质，最后演变出万事万物。懂得阴阳交构之道，才能让事物和谐发展，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第五，阴阳转化，变革与重生，宇宙演进的奥秘。什么是阴阳转化？阴阳转化是指阴阳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就像四季之中，冬至最冷，但这一天之后阳气开始复苏，夏至最热，但这一天之后阴气开始滋生。这种转化揭示了宇宙间事物发展的最高境界，变革与重生。素问六微之大论指出，物极谓之变，就是这个道理。古人常用水来比喻阴阳转化，水柔性而润下，是为阴，但水积聚成洪，则能破山移石，表现出阳的刚强特质。当水蒸发成气，它不再是液态，这就是阴向阳的转化。而当水蒸气遇冷凝结成水滴，又回到水的状态，这是阳向阴的转化。水的不断变化，就是阴阳不断转化的生动写照。火种计划，宇宙的演进也是一个阴阳转化的过程。大爆炸之初，宇宙是一个混沌未分的整体，这是阴。随着时间的推移，星体形成，宇宙开始扩张，这是阴向阳的转化。而当星体燃烧殆尽，又会它缩成黑洞，这是阳向阴的转化。这种阴阳转化就像是宇宙的一次次呼吸，每一次的转化都伴随着生命的变革与重生。回到人间，阴阳转化的思想也给人们带来深深的启示。生活中有起有落，有盛有衰。面对困境，我们要知道阳极生阴，即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会向相反方向发展，所以不必绝望。而在顺风顺水时，也要明白阴极生阳，保持谦逊和警惕。阴阳每一次转化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旧的结束。但正如古人所言，生生不息之谓易。在这阴阳转化之间，宇宙和生命都找到了自己的平衡和节奏，不断前行，不断变革，不断重生。所以当我们再次抬头仰望星空，或是低头思考人生时，不妨想想那阴阳与图案，想想那永恒的阴阳消长转化。或许在这之中，
我们能找到更多的智慧和力量。